各位網友，大家好！玩書走天涯，走進歷史，走出現實。今天我們來講一下現實中一個正在發生的故事，就是6100億美元的循環融資騙局，可能正在摧毀 AI 的巨大泡沫啊。那麼這個故事呢，是關於在當今AI 行業裡面炙手可熱的公司英偉達，也叫輝達，僅僅用了18個小時，一套先進的交易算法就揭露了可能是技術史上最大的會計異常。而且諷刺的是，這異常並不是發生在一家小公司，而是發生在當今全球最炙手可熱、估值最高的芯片巨頭英偉達 NVIDIA 身上。并且更讽刺的是，這場崩塌並不是周期性的一種經濟衰退，而是由人工智能揭露的人工智能行業的虛幻的繁榮。那麼接下來呢，我們就完整的講一下這場6100億美元的循環融資是如何被一步步揭穿的請大家聽玩書細數道來啊。那麼首先呢，起點在一份看似完美的財報。那麼故事呢，從2025年的11月19日下午4點正式拉開了序幕。英偉達發布了2025年第三季度財報，它的營收達到571.1億美元，那麼超過了預期。每股收益呢是 1.3 美元，也超過了預期。那麼股價盤後立刻暴漲 5%， 那麼市值一夜增加了1300億美元。那麼看起來呢，一切都在飛漲，一切也都在我們的預想下的正常进行。但就在財報發布的幾分鐘內，算法系統從 10Q 文件第8頁捕捉到了一個一般人做不到的細節，就是應收賬款是334億美元，這個就是整個危機的一個引爆點。那麼我們看一下算法看見了什麼呢？首先是 DSO 異常，客戶不付款，收入虛高。那麼算法計算出英偉達的應收賬款週轉天數，我們英文叫 DSO 歷史上它平均46天，上升到 53.3 天，增加了7天。看似呢，這7天並不大，為什麼這7天如此關鍵呢？是因為英偉達每天的收入6.624億美元，7天也就是43.9億美元的一個延遲，而且這種延遲呢，只在欺詐模型中才會連續出現。AI 通過過去的算法得到這樣一個經驗那麼算法進一步推導出，自 Blackwell 芯片發布以來呢，3個季度中英偉達的應收賬款缺口累計達132億美元。那麼也就是換句話說，英偉達把收入記上去了，但客戶並沒有付錢，這叫虛增收入那麼很多的對沖基金就注意到這一點了，在2小時內啟動了自動的空頭策略，而人類的分析師直到第2天才開始討論這種異常，這種財務異常。我們再看一下它的庫存的悖論，就需求爆大的公司為什麼庫存會暴漲呢？在這份財報的另外一個數字再次警告，英偉達的庫存從上季度的150億美元暴增到198億美元，環比增加了 32%。那麼這與管理層說的需求瘋漲的說法呢，完全矛盾。因為需求瘋漲嘛，那你庫存就不會積壓，對吧？因為正常情況下，你只要需求旺盛，那麼客戶就搶貨，搶先付款，你的庫存就急劇減少。而英偉達卻庫存暴漲。那麼算法呢，它連接了多重數據，那麼出現了以下的證據鏈，由 AI 自動算出。第一個就是渠道庫存天數上升了 50%， 這來自
Arrow Electronic 数据。第二个呢 ，GPU 的租赁價格下跌了 34%。第三個呢，英偉達自己宣稱供不應求，你看矛盾就來了，把三者放在一起，只可能指向一個事實：需求不增，收入也不增，否則你無法自圓其說啊。我們再來看看現金流的異常，利潤很可能是假，因為現金這是真的少不了。財報的第三個關鍵點也被算法鎖定了，它本季淨利潤是193億美元，而經營現金流呢只有145億美元，現金的轉換率只有 75%， 3%左右。而行業的正常水平是什麼呢？像台積電是100%到105%， AMD 97%， 英特爾也有 91%， 而英偉達只有 75%。 意味着什麼呢？意味着英偉達賺的是賬面利潤，而非真金白銀。更糟糕的是，英偉達不僅沒有回收現金，反而花了95億美元做所謂的回購。那麼這就被認為是用股價掩蓋現金流疲弱的一個典型的信號，又被 AI 算法精準的抓住了。難怪邁克爾·貝瑞會押注英偉達將在4個月內跌至下跌 25%。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整個騙局的核心，就是這6100億美元的一個循環融資。那麼最驚人的部分就來了，算法呢在交叉對比SEC 文件、風險投資流向、雲支出承諾時，發現了一個前所未見的一個結構。什麼結構呢？就是 AI 產業內部正在進行規模高達6100億美元的循環融資。這個循環融資跟我們常規的銀行的融資是不大一樣的。我們來看它幾個例子。案例一 ，xAI 也就是馬斯克的，他融資200億美元，由英偉達出資20億美元撬動槓桿。xAI 用這筆錢租用英偉達的 GPU， 英偉達將租金計為收入。那麼整個循環是什麼呢？就是英偉達投資 xAI 用這筆錢來買英偉達產品，英偉達確認為收入，就自己買自己。這就是曾經發生過的在美國證券交易史上的安然模式，大家還記得吧？我們再看案例二 ，OpenAI 與微軟。那麼微軟投資 OpenAI 是130億美元。那麼 OpenAI 的承諾，未來5年在 Azure 上面花500億。那麼微軟呢，因此擴大數據中心，數據中心呢採購英偉達的 GPU。那麼資金又循環回到了一個英偉達，對吧？也是類似。第三個案例就是 Oracle 跟 OpenAI 甲骨文 Oracle 宣布未來5年投入3000億 AI 雲基礎設施，但是 OpenAI 每年收入只有37億。根本也不可能履約。這就是算法算出來的6100億美元的循環承諾網絡，就你買我，我買你。收入來自循環，而不是來自真實的經濟活動。所以這一場 AI 泡沫正在被行業自身戳破。也就在2025年的網絡峰會上 ，AI 行業的領袖也罕見的公開承認，你像這個愛彼迎的 CEO 就說了 ，AI 行業承載了大量永遠不會實現的虛幻收入。注意虛幻收入萬諾的科森納也說，95%的 AI 公司都會死。還有山姆奧特曼說，我們不知道 GPT-5 是否已經到了天花板，網上還有沒有當核心人物開始公開的懷疑行業的前景的時候，說明泡沫已經走到了一個相當的階段，對吧？我們再看看，有些大佬正在提前撤退，算法呢進一步的追蹤了資金流動
彼得特斯拉在財報前10天拋售了1億美元的英偉達股票，軟銀在8天前拋售了58億的股票啊，還有剛剛說的邁克爾·布瑞在財報前4天買入了巨額的看跌期權，3大重量級投資者都在同步的退出英偉達，說明他們看到了同樣的異常的信號。我們再看另外一個象徵性的一個信號，就是比特幣也成為了連鎖反應的一個引爆點啊。AI 公司普遍以比特幣作為貸款抵押，對吧？它是去中心化的。那麼算法發現呢 ，AI 公司共持有2680億美元的比特幣。英偉達的股價呢，與比特幣呢，它的相關性呢，從過去的0.5%啊，就0.52啊，飆升到0.91，就是很相關的。那麼當英偉達估值崩潰的時候呢，那麼比特幣也會崩潰，或者比特幣崩潰呢，那麼英偉達也會崩潰。所以 AI 公司被迫來拋售比特幣來壓低幣價，那麼觸發更多的清算行為。所以 AI 的算法推算啊，如果英偉達的股價重估到了合理的區間，那麼比特幣價格呢，它就會跌到52000這樣52000美元這樣一個區間。這就是算法預言的一個連鎖崩盤效應。我們再來看一下，假如這一切危機發生之後，那麼基礎設施呢不會消失，但是會轉向。那麼就是說，假如這個循環融資崩塌 ，AI 的計算需求當然仍然還是存在的啊。那麼算法呢就預估呢，那麼資本呢將會從這個中心化，從雲計算轉向去中心化的 GPU 網絡啊，如這個 Render、Akashi 還有 Bitser 這些平台。那麼這些平台的增長速度已經達到了月增 40%， 相當高的一個增長。那麼未來 AI 產業的故事還遠沒有結束。所以呢，結論是什麼？就是在一個 AI 時代 ，AI 揭露了 AI 最諷刺的事件啊，在人類社會如果發現，那麼還會延遲 AI 特快。所以英偉達財報的異常被 AI 的算法在幾分鐘之內就鎖定發現，從應收賬款、庫存，從現金流到折舊到渠道價格，一路揭穿了6100億美元的循環融資網絡。說的狠一點，就是一場騙局。這在技術史上是第一次 AI 親手揭露了 AI 繁榮的一個虛假的基礎。如果這場崩盤最終像算法預測那樣發展的話，我們很可能目前正在目睹一個嶄新的時代的破裂 ，AI 泡沫這個破裂，並進入一個新的、更加穩健的 AI 技術週期。這個週期也是由 AI 給我們指明的道路啊。所以以上觀點講的不對的地方，請大家打在屏幕下方去玩書互動。謝謝大家。